陈越、雷碧城前来求见郎主。你确定吗？从未有外人见了郎主的容貌还能活着出去。我只和真正的郎主对话。陈越的人来我朔北，有何贵干？我从草原为郎主带来了好消息，青阳大军已亡，现在是踏平青阳的好时机。当年，青阳虎豹骑席卷汉州，猎杀整个草原，朔北也不能幸免。草场被捣毁，牧民被奴役，为了保住一时之安宁，郎主忍受了奇耻大辱，将女儿下嫁给青阳，自己则带着狼群来到了这极寒之地。我在想，郎主没有一日不想踏平青阳，报仇雪恨，手刃贼人。郎主请息怒，我跋涉千里来此，不是为了激怒郎主，我为郎主带来了进攻青阳的计划。
大大爷，他发动秘术需要时间，我来掩护你。你已经杀了蒙了火儿，弟兄们，没子弹就给我站起来！站起来！叔叔，不要去！为了大大爷，为了青阳，杀！燃烧吧！那就是青阳的骄傲。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渴望着亲眼看见狂战士在千万人中砍杀，看看潘达天神给了帕索尔家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没想到啊，钦达汉亡之后数十年，帕索尔家再次出现了青铜之血。
亲达汉王，差得很远了。你也配称为狂战士吗？伊玛德、古拉尔、纳格尔洪家，他们在黑暗中看着我，他们传给我天神的祝福。我们注定是草原的主人。帕索尔家没落啦！阿苏勒，你是我的外孙，你为什么要反抗你的亲人？我是青阳部的男人，要杀便杀，青阳部的男人永不为奴。去，告诉比摩干帕索尔，朔北的狼群回来了，青阳的男人啊，再也活不到冰雪消融的时节了。北都城就要到了，大家跟上，不要掉队。你们看，前面是狼群。这些狼本该生活在草原北方的边缘上，现在到处都是。我们现在离北都城还有多远？就快到了，还有10几20里。这条河就是台勒河，我们沿着河道走。我在想，如果北都城已经被围困，那我们贸然逼近，很可能陷入敌军的包围。我们应该先派遣斥候，同时全军进入戒备状态，因为从现在开始，随时可能遇见敌人。世子的东路兵法学的就是好，差遣斥候没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穿铁浮屠甲胄。为什么？世子，你知道北都城内一共有多少铁浮屠甲胄？只有1000具，多一具都没有，所以一具也浪费不得。还有这些人，他们为了骑赤血马，穿铁浮屠甲胄训练了10年。说起这些价格，它比金子还要贵。这支骑兵是专门为了对付朔北准备的，所以没有大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动用铁浮屠。但大军怎么舍得用这么多铁浮屠救我一个人？你是他的弟弟啊！铁岩，父亲，沿着河道到前面探路，有任何情况向我汇报。是。驾！父亲，怎么了？有敌人吗？已经没有敌人了，我来叫你们去看看的。走！撤！这儿发生什么了？刚刚这里发生了一场恶战，是朔北人，狼王来了。领兵的人是谁？你死去的士兵看，应该是穆离将军。穆离将军，撤！世子，快跟着世子！世子！驾！二王子！王乐火儿，
马老虎儿，我知道你在这儿，你给我出来！等了会儿，你还是老样子。莫离，你老了。莫离，我曾经是那么的欣赏你，你在我眼里是一匹凶狠的狼，我见了牙齿和爪子，想要扑上来咬断我的喉咙。可是看看你自己，看看现在的穆离，你只是青阳部的一条老狗，吼叫着要为主人尽忠。看到你这样，我倒有些难过。结束了。穆离将军，阿苏勒帕苏尔，你知道我的名字？你还记得你的母亲吗？我记得，但你不配提她。可惜，我们的小狼崽却被青阳养成了丧家犬。我今天不想和你打，回去吧。把穆里和恐惧带回给青阳人。将军，世子，是二王子。走，带他们回家。铁岩，去找大夫，快！是。就是他！帮我干了！就是他！穆离将军，记住，男人心中要有求生的心，不能怯懦，不能畏惧。帮我看看病来！
是你非要相信穆离那个只知道骑马舞刀的疯子。如今几千个青阳汉子死在了朔北部的狼骑之下，穆离一死了之，倒也痛快了。可是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够了！你大喊大叫的干什么？战死的这些人当中，还有铁油，我的亲弟弟。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誓死保卫青阳。一个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了的大军，还能保护我们吗？我至今，在这个大殿上，没有人跟大军这么说话。禀报大军，世子回来了。大哥，阿苏洛，我最亲爱的弟弟，你终于回到青阳了。你受伤了，严不严重？这是穆离将军身上的血，我回来晚了，没能救下穆离将军和二哥。他们是我们青阳部的英雄。是，这一仗打得太惨，穆离将军死了，铁油也。先别说这个了，毛老虎儿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我们要想想办法才行。三哥，阿苏勒，回来就好。如果阿爸还在的话，他见到你应该会很开心的。世子回来了，我们自然高兴。但是对于穆离，恐怕不像世子所说的那样封他为英雄吧？为什么？为什么？穆离不听众言，私自开战，才导致失败。他是咎由自取。不错，他不但没有挡住狼王的脚步，反而点燃了他的怒火。对，我倒是很奇怪呀，穆离既然是偷偷出战，狼王怎么能知道他的行踪而预先埋伏的？谁能想到他带着区区几千个人就敢乱来？你是说，穆离帐下有人泄密？哼，你们什么意思？我亲眼看见穆离将军和他手下的武士们用血染红了台勒河，他们为保护青阳献出了生命，他们就是青阳的英雄。世子不要发脾气嘛，大战在即，穆离又战死，我们要警惕啊。没错，穆离私自出战也就罢了，二王子也去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一定有人在背后指使他。对，够了！那天在大帐里，我说了，2天之后告诉你们我的决定。铁油知道我为难，他才会和穆离带兵去杀狼主。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我们应该给他们报仇。我们应该想想，到底应该怎么对付狼王。正是对付狼王，我们才需要我们真正的大军。说得对。你虽然是老大军指定的继承人，但是自你继位以来，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既然不能保护我们，那你还有什么脸在这里做这个大军？我至今，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到底想干什么？那就召开库里格大会吧。对，由7部族的首领共同召开库里格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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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库里格大会。老三，就算重开库里格大会，大军之位也轮不到你。阿苏勒回来了，他是青阳的世子。不，大哥，你是阿爸指定的大军，我自然会听从阿爸的决定。
我现在不是青阳的世子，我是青阳的大纳言。阿苏勒，其实你可以不必去住帐篷，你母亲的房间一直给你留着，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习惯住在那儿了，而且穆离将军刚刚去世，英氏母妈是一个人，我怕她受不了，正好陪陪她。你长大了，大哥尊重你的决定。我看出来了，你在东路成熟了很多，大哥很欣慰。大哥，这次回来，我会和你们一起守护青阳的。要是父亲还在，这大军的位子，他一定会留给你。大哥，你就别这么说了。阿苏勒，大哥带你见见我的新胭脂。阿苏勒，你终于回来了。苏玛，你一定有很多疑问吧？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其实当年我根本就没有死，后来我死里逃生，跟着商队回到了草原。你怎么会说话了？回到北都城之后，我幸得了一位神医，治好了我的失语之症。别光站着了，阿苏勒，来，坐下说。苏玛回来这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吧？潘大天神联系我，让我遇见了大王子。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了。那就好。苏玛回来的时候，我几乎都不敢认她。现在好了，你看她越来越漂亮，不愧是我们青阳部的大胭脂。对了，阿苏拉，你现在是北都的大纳言了，应该有自己的窝棚。大哥帮你建一个比老三他们都好的。这几天你就先住在这儿。是啊，我都叫人给你收拾好了。不用了，阿爸曾经封我为奴隶王，我就只做奴隶王。我还住在原来的帐篷里。阿苏拉，你不用这么自苦，大哥相信你，不会跟我争。大哥，住在那个帐篷，我觉得离阿爸更近些。大军，答应他吧，我来办。
阿苏勒，哎呀，我们青阳的小豹子回来了！哎呦，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呦，想死我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哎呦。我当时去东路的时候，阿爸也是在这儿送的我。他说等我回来，他亲自坐大船去接我。结果作为儿子，我却连阿爸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大和萨，我当时该听你的，不去东路。不，送你去东路，是你阿爸最大的心愿。为什么？你在东路有没有再出现过气血上涌的时候？有过几次。虽然你没有告诉你阿爸，但是他猜到了。当年你在地洞里见过谁，又跟谁学的那一刀。我当年在地洞里见到一个老人，他说他是我爷爷。他就是你的爷爷。你阿爸不愿意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你那时候太小，怕你不懂，怕你害怕，他只好把你送得远远的，让你远离那些可怕的东西。可怕的东西？阿爸为什么把爷爷关进山洞里？现在只剩下我这个老头子来告诉你了。阿苏勒，其实你根本就没病，是你的血统跟普通人不同，你和你爷爷一样，都有着青铜之血。我的小儿子阿苏勒，从小身体孱弱，你怎么可以教你的刀法给他呢？他是我们帕苏尔家族中唯一一个流淌着青铜之血的小豹子。除了他，是没有人能够练成大劈之刀的。你会害死他的，那也是他的命。这时光就像轮子，过去发生的，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再一次发生。要记住，要想抛弃影子，只有彻底的堕入黑暗。阿苏勒，你听到了吗？青铜之血，传说中可以杀死1000人的武神化身吗？哪里有那么简单呢？其实多年前这种血脉就被称为狂血，拥有这种血脉的人，不知道是被神保佑了，还是被恶魔诅咒了。他们拥有比一般人大得多的力量和速度，天生就是做武士的料子。当他们血液里的力量被全部激发出来的时候，人会发狂。一个人扫平一支军队，也并非不能做到。我不明白，爷爷既然是这样的勇士，那阿爸为什么把他关起来？因为至今以来，所有拥有狂血的人，随着他们一次次的使用这种禁忌的力量，他们就会慢慢的丧失人的本性。你的祖先伊玛德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狂战士，可他最后疯了，逼迫那些被自己霸占的亲姐妹们和他彻夜狂欢之后，一个一个的咬死了他们。这就是你的命，今生今世都无法逃脱的宿命。在你我的血液里，同时住着一个魔鬼。
人害怕，亲人恐惧。记住，有些东西是无法摆脱的。要么就像我一样，四肢捆着沉重的铁镣，要么就是去死。你阿爸也是怕你爷爷再用狂血乱杀人，才把他关了起来，藏住这个秘密。大和尚，那我之后也会变成疯子，去杀我自己喜欢的人吗？可你是我知道的最善良的孩子，你不恨任何人。你阿爸曾经感叹说，这一代我帕索尔家族就这么一个拥有青铜之血的儿子，可是为什么偏偏赐给了我最孱弱的阿苏勒呢？我反问他说，如果他赐给了你最强壮的儿子，你会不会觉得更可怕？你阿爸想了很久，说是。我说那就对了，而且你的儿子阿苏勒，他也不是一个虚弱的人。我一直以为我是阿爸最虚弱、最没用的儿子。人的强壮不只是力气大，人的强壮是在这里。阿苏勒，你明白吗？你从不仇恨任何人，这不是你的虚弱，是你的强大。如果要克制那恶魔一样的血统，难道我们需要的不正是心里最强大的人吗？这就是你阿爸为什么要送你去南怀的原因。他希望你远离兄弟间的战场，去完成他最大的心愿。阿爸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今天，阿苏勒去了南方，夏唐国。作为我青阳部与夏唐结盟的贵宾，这件事情我知道。他走之前来这里和我道别。我知道他来看过你了，我没有阻拦他。这应该是你见他的最后一次。你之所以把他送到了东路，就是为了逃避我。我就是想阿苏勒能够平安长大，娶妻生子，最终死在那个富庶繁华的地方，这样草原上的恶魔就永远抓不住他。你一直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当成草原上的恶魔。不，我是说他的命运。在这世上，他最痛恨的就是青铜之血。但你阿爸不恨你，他爱你，他希望你能够克制住这恶魔一样的血统，不要让发生在你爷爷身上的悲剧重演。这样，你阿爸在这里就能安心了。怎么，我救了阿苏勒回来，你怎么还是不高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还会救他吗？会救的。阿苏勒心地善良，他是不会和我争的。虽然他以前是世子，但是现在，他是我制约老三最大的把握。
是啊，他是最不愿意卷入这样的斗争里去的。我也不希望有任何争斗。苏妈，我觉得内奸是老三的人，是老三泄露了穆离的行动，他一定是想消耗我的兵力，他恨不得那天出征的人是我，我会把他的窝棚连根都拔起来。不用担心，我现在是大军了，对付得了他。等赶走了朔北，冬天过去了，给我生个孩子吧。不用怕，我会保护你，永远保护你。狼主已经在这儿很久了，我想请问狼主，现在在想什么？我在想一些奇怪的事。在我的一生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踏进那座城。东路人说：“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草原上的人说：“宝刀只能在最勇敢的男人手里。”这北都城注定是狼主的，是我的，又如何呢？30年前，我败于郭勒尔。那以后，我就带着我的狼群，走在荒原里，走了30年。有一天我死了，我的狼会吃了我的尸体，我的肉能让他们在荒原里走得更远。这就是我的人生。狼主这样的英雄也会后悔自己的人生吗？我们从北荒来到这里，在距离北都城还差最后一步的时候，狼主居然有了放弃的意思。不，我依然想要占有它，否则我将遗憾地死去。狼背上的勇士蒙了火儿乌尔汗，传说中他的月染过上千人的血，而这样的人居然在即将属于自己的城池前思索，这让很多人都难以理解。雷比城，我想知道你的目的。我的目的，我为那个年轻的身体而来。吕归尘，阿索勒，帕索尔。我对这个外孙也很有兴趣。糟了，是令箭，他们召集军队过来了。原来是他，叔叔认得他？老相识了，只不过现在他是长公主的走狗。管他是谁，先杀出去再说。接。既然是大宗主，做事要冷静。此地不宜久留，得想办法赶紧脱身才行。来，去吧。停！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聚在这儿？相信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我们该如何应对寒冬和白狼团的双重攻势？大家有什么想法？加固城防，从沙勒牧场到北都城沿线，白狼团都有可能出没。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粮草和马匹，只能防守。托克勒和鲁丁，北都城防线就交给你们2个家族去布置。我们还没有承认新大军呢，怎么大王子就已经开始发号施令了？要我看呢，今天库里格大会的议题，不是什么抵挡白狼团，而是确立我们合理合法的大军。各位首领，现在是非常时刻，你们一定要让青阳大乱吗？阿苏勒，你离开草原太久，恐怕早已忘了草原上的规矩。在草原上，只有真正的大军，才能够号令所有的兵马。越是到关键的时刻，我们越需要一位能够令所有人信服的大军。老三，看到自己离大军之位越来越远，怎么着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首领们背后在支持谁。要不是朔北这次虎视眈眈，我们今天就不议别的，先解决我们自己的内奸叛徒。大哥坐进了大殿，就可以随意杀阿爸的功臣了吗？你不要血口喷人，胡说八道！黄金王，正是，我就是朔北狼主的儿子，胡图罗汉。我今天来这里，是要告诉你们这些羊羔一样的青阳人，我的父亲蒙勒火儿，领数万狼骑正在逼近北都城，只要他大手一挥，就会踏平整个汉州。贵部的神勇我们已经见识过了，大汗今日前来我们库里格大会，难道只是为了逞这番口舌之快？你就是吕宋最小的儿子，青阳世子吕归臣阿苏勒帕苏尔。是，你还是我的小外甥啊！打从我的可怜的妹妹嫁到青阳，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很想念她。你的大哥霸占了你的大军之位，你还在替他出谋划策。大哥是阿爸临终前钦定的大军，我没有任何意见，也不希望有人推翻阿爸的决定。可惜呀，你一心想守护你父亲的基业，可在座的各位却各怀鬼胎。哈苏尔家最小的儿子，你的库里格大会将一无所获。我来给青阳最后一次机会，向朔北投降议和。别急着回答我，难得你们人聚得这么齐，好好商量商量。记住，不要考验狼的耐性，否则你们将迎来最惨烈的毁灭。大王子，我倒觉得与朔北和谈也无妨。
我看也是，我们现在完全不具备与朔北一战的能力啊！大主意还是大军您来拿，可我还是觉得生存下去，才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是战是和，总该有个主意。虽然蒙洛火儿年事已高，但是他的狼骑兵仍然具备碾压各部的实力。我认为，议和是有余地的。不错，尤其是黄金王，他还掌控着北方的金矿，用以换取东路精良的武器装备。真打起来，他会对昔日拥护青阳部的部落予以残酷的报复。这个时候，不能硬碰硬啊！诸位所言，皆不无道理。只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呼图洛汗到底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我们真心议和，可是他们确实要骗我们上钩，怎么办？我们需要一名合适的使者。如果能够阻止这场战争，我愿意去见蒙了火儿。阿苏勒，此行会非常危险。大哥，和青阳的安危比起来，这不算什么。不错，大拿盐去，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是蒙勒火儿的外孙。阿苏拉，你是值得青阳骄傲的孩子，你没有辜负帕苏尔家族古老的血统。好，我任命你去和朔北部和谈，我请你代表青阳大军和狼主商谈。阿苏勒一定竭尽全力，不负大军所托。来来来。哦，来羊腿子。哎呀，大军也真是的，这你刚回来就让你去朔北，那帮狼崽子可是会吃人的。母妈，是我自己说要去的，这件事情那些贵族们都不愿意帮忙，想看我们帕索尔家的笑话。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帮大哥，大哥还能指望谁啊？你们两个照顾好大纳言，听见了没有？放心，放心吧，母妈，有我俩在，狼崽子都得怕我们。阿苏勒，苏妈，大胭脂，铁岩、铁叶，跟我出去一趟。哦，好嘞。快点。什么时候启程啊？吃完就出发了。不再和大军商量一下吗？毕竟这一路很危险。是我主动跟大哥提的。我可不想一回来，家就被狼崽子给占了。那也不应该你去，他们知道你不会拒绝。苏妈，只要是为了青阳，我没什么委屈的。放心，我会平安回来。怎么了？又想一个人一杆枪去闯天下了？我之前在天启城巡防过1个月，就从来没有发现这座城市原来这么大。这只是一个城市啊，不知道东路有多大。东路有多大，整个九州又是有多大？第一次见着你的时候是在演武场，就拿着这杆枪，那时候我就知道演武场困不住你，南怀城也困不住你。还记得有一天你到有风堂来找我的时候说过什么吗？记得。我说我想封侯拜将，是因为我不想死的时候没人记得我。那个时候
我不想跟在别人的马后，不想被人瞧不起，一心想着要证明自己，证明给所有人看，我比他们都要强。你做到了。现在整个东路的天区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就像记得世子的名字一样。我记得阿苏勒经常说，我会保护你的。跟他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才渐渐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义。一个武士不应该只会披甲杀敌，杀死的是敌人没错，可原本我们不必成为敌人啊。一个真正好的武士要能够保护好每一座城，保护好城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知道吗？我以前并不认为你和世子是一类人，我还曾经担心过你担不起这个指头。可现在，我可以放心地把天区的未来交给你。老师，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就凭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我相信你可以。以前啊，我和我的朋友也曾坐在这儿聊过天，我们也曾经想过驰骋天下，靠马刀弓箭去赢得这个天下。可是时移世易，未来的天下是你们的。我和阿苏勒约定过，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希望到了那个时候，九州不再有战火。一步一步来吧。要想让东路过得安稳，就要先把天启城这些恶魔都给铲除干净。找个地方休整几日，我们的朋友很快就到了。老师说的是白毅将军。他这个人爱迟到，不过如今他有了要保护的人，相信这一次他不会太晚。进去，关着。哎呦，狼窝里来了一只羔羊。我们的草原看来永远不会缺少猎物。狼主，我代表青阳大军，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这次大军派我来，是想与朔北部和谈。阿苏勒，知道我为什么要你站在这里吗？你面对的是你生母的坟墓，你身上流淌的是我们朔北的骨血。难道你就情愿继续做一条青阳狗？狼主，我出生在青阳，那青阳就是我的家。我这次带着青阳各部族和平的意愿前来，希望狼主可以考虑我们的请求。先不守规则的是你们青阳，将我们赶往极寒冰川的也是你们青阳。如今朔北的狼群回家是天经地义，
无需征得任何人的同意。况且如今汉州无主，吕守愚又得位不正，如何能担当草原的大军？那狼主似乎有更为妥当的办法。有啊，送上吕守愚的人头，献上青阳所有的女人，向我俯首称臣，封朔北为王。那么，青阳的男人可以活命。狼主，这不是条件，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比你们当初给朔北和真言部的条件还要好一些。阿索勒，你有一半朔北的骨血，何苦为青阳人卖命呢？阿苏勒明白了。阿索勒，看在你是我外孙的份上，我有话要提醒你。恳请狼主赐教。青阳的失败是注定的，就算没有我们朔北，他也会从内部慢慢腐朽溃烂。狼主这话是什么意思？还记得穆离是怎么死的吗？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精准地知道他们突袭的位置、时机？狼主是说，青阳真的有内贼？最亲近的朋友，也有可能是最锋利的刀刃，可以直接刺穿你的心脏。去吧，孩子。我的忠告到此结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苦心，请求成为朔北之狼的。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我在你脸上看到了不解和愤怒。怎么可能？你为什么还活着？我喜欢这白雪和草原。世子似乎还在凡俗的痛苦里挣扎，是吗？我早说过，我是杀不死的。我杀死过你，我亲眼看见你倒在血泊里边挣扎。你重现一次，我杀你一次。我绝不允许有人在我的家乡为所欲为。有点像我们家的小狼崽子。
这么说，各部落都拒绝派出援兵。他们都说雪太大了，援兵派不进来。蓝马部还说这是盘达天神降给青阳的劫难，需要青阳自己承受。起来吧。不管怎么说，这个消息不能传出去，青阳不能乱。出去告诉他们，就说蓝马部、九南、沙池部都会派出援兵。是。大纳言回来了。拜见大军。阿苏勒，回来就好。蒙勒虎儿提了什么条件？我愿辅佐大军与朔北一战，保卫青阳。蓝马部、九奶和沙池都会派来援军。等援军一到，朔北的那些狼崽子就退了。那自然，朔北才多少多少，我们四部加在一起，一仗就把他们都打回去了。娘，太好了，春天来了，狼就没有了，我们又可以放牧了。高兴吗？高兴。那出去玩吧。啊，注意安全啊，慢点。好。站住！朔北人，你输定了！你才是朔北人，输的人是你。站住！别跑！站住！大南言，你已经尽力了。你放心，还有我们和你一起战斗呢。但是他们都被人欺骗了。可是就算你告诉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事。大纳言回来了！大纳言回来了！大纳言刚一回来，就打倒了狼主。有他在，我们一定能打赢朔北。你说什么？我打赢了狼主？就在台勒河那边，你一个人冲出去的，打倒了狼主，还救了木离将军回来。那是因为让我们跟随大纳言，打败朔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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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城墙上的防守人员全部加倍。大哥，去吧。阿苏洛，你怎么来了？大哥，您相信您的弟弟可以领兵吗？起来说。你要领兵？阿苏勒帕苏尔已经长大了，是个可以为青阳出征的男人。阿苏勒，你这么说，大哥很欣慰。可是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穆离做不到的事情，这北都城里还有谁能做得到？我不想看着我自己的弟弟走穆离的路。我不会走穆离的路，我有自己的战术。我想向大哥借一支骑兵和全部的铁浮屠。一支骑兵和全部铁浮屠，阿苏勒，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你要的绝不少。如果损失掉了，我们青阳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我明日可以向所有人演示我的战术，说服他们。至于这支骑兵和铁浮屠，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阿苏勒帕苏尔是草原的子孙，把尊严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好，我要听到的就是这样的话。我和那些将军，和那些贵族磨了这么久，我就希望听见这样的话。现在，我的弟弟把它说出来了。跟我来。看见了吧？这样的骑兵，我有1万人，每个人都配有2匹好马，1件东路匠人铸造的上等铠甲，还有1口折铁刀。这是大哥自己练的兵。不错，这是我当王子的时候练的。为了这些人，我费了10几年的心血。现在我已经成大军了，这支队伍还没有用过，
海乐河一战，你没有派他们。看来你已经猜出来了。不错，那些老韩王们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实力。我也一样。说实话，我对穆离能不能打赢这场仗根本没有把握。我要是没有了这1万人，我这个新继位的大军，那在北都城也就没有任何地位可言。阿苏拉，现在你有这1万个骑马的战士，还会有1000个听你指挥的铁浮屠。这是我所有的一切，这是你哥哥的命，也是苏玛的命。大哥，阿苏拉，你别怪我，我们不是主子和奴仆，我们是兄弟。明天，你不要向任何人演示你的战术，也不要把你的作战方案告诉别人。我知道，我这次见到狼主的时候，他亲口告诉我，说青阳有内贼。是谁？他没说，但我想，能知道穆离将军全部作战计划，并让最致命的地方埋伏上白狼团，那这个人一定离我们很近。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掐断他的脖子。殿下以为宁青不会回来了，可宁青心里知道，自己是一定会回来的。你回来也不说一声，以宁青现在的身份，我应该在大殿之上让群臣跪迎你才是。我在进宫的时候遇到宫人，让他们不必通传，回自己的家是不用通传的。家，宁青觉得这长乐宫还能装得下你吗？你现在可是下堂的实际掌权者。百里家在帝都只有我一人，但是在下堂却是宗祠繁盛，家族有许多老人，所以暂时让我来掌管下堂。至于下堂国主的位置，我并不稀罕，我一直都是殿下群后的孩子，只要一直跟着殿下，一辈子有糖吃，便足够了。回来就好。这满堂的群臣都是废物，我让他们去处死西衍，结果西衍跑了。对付西衍这样的人，铁卫们大概是尽力了。殿下真正的对手并不是西衍，而是白毅和小周。您的寿诞之日将至，要举国欢庆。长大了，他是个英勇的孩子。安心的睡吧。你的妻子改嫁了一位勇敢的战士，生下了一个勇敢的孩子。虽然长得不像你，可是也和你一样的坚强，就当作是自己的儿子吧。安心睡吧。
家人死了，你的狼也死了，你没有后代了，你的伙伴们都已经回到了这里。安心睡吧。若死后我的尸骨也能躺在这里，听着狼主为我唱诵祭奠，我也就死而无憾了。雷碧城，你们东路人不知道背信弃义是男人最大的羞耻吗？你曾经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救了吕松的小儿子，而今又千里迢迢穿越冰原来找我，说陈岳不认可我为草原大军，说我的战俘应该砍下东路皇帝的头。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想得到，我们只希望狼主能够得胜，取下北都城。说实话，如果郭勒尔帕索尔能再活20年，我们未必会和狼主合作。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而且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听说陈岳的使者需要的只是战争。未必，不过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战争。我的儿子呼都鲁汗说，你们就像死牦牛尸体旁飞来飞去的苍蝇那样讨厌。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别的我可能给不了什么，但你需要战争的话，马上就会有了。我们又见面了，世子。不，你不是真的，这只是我的梦境而已。我是不是真的从来都没那么重要？可是对于北都城的人来说，你却是真的。他们所说的灾星又回来了，只可惜这个灾星还顶着世子之位，两位王子都想成为大君，而且都想得到你的支持。做了大君又如何呢？青阳这一仗是赢不下的。或许我是灾星，可我也是你们的灾星。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捍卫青阳部的荣耀。想过没有？对于你们的族人来说，有些人并不把荣誉看得那么重要。如果不是这样，穆离将军就不会轻易战败。你知道那件是谁？我不会相信你说的话。还是个倔强的孩子。我只想告诉世子，这北都城处处险恶，即便是你亲眼所见，也不要轻易去相信它。
东路的皇帝，你不就是很信任吗？可他还是要杀了你，你就不担心再出现这样一个人吗？大纳言，铁浮屠首领布华腊奉大军之命，听从大纳言调遣。我是虎豹骑的首领，大军让我来，我便来了。可是我没有想到，大军把青阳的希望放在一个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孩子身上。叔父，我已经长大了，在北路我也打过仗，知道什么是残酷。大军派我来，布华腊就一定会听从大纳言的军令。但说实话，我不知道大纳言的战法，心里很不安定。穆离将军台勒河边一战，出动青阳将近10万骑兵都没能取胜，而如今我们只有1万骑兵和1000铁浮屠，敢问大纳言，准备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只靠11000人，不可能打败白狼团和朔北骑兵。那为什么？但我有把握杀1个人。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刺杀，目标是朔北狼主。刺杀？有1万人的队伍去刺杀？没错，这战术在东路叫做穿心。这还叫什么战术？东路如果有战术的话，还会厚着脸皮向我们青阳求兵吗？其实很简单，当时封炎皇帝第2次入侵北都，用的就是穿心战术。当时我们草原人仗着马快，以游骑战术著称。如果封炎皇帝要不断面对我们游骑骚扰，那他的推进速度势必会大大变慢。所以他选择的方式就是不管，命麾下羽林上将军苏景深带着全军精锐走了几乎一条直线向北都城推进。如果当时真被他以穿心战术攻下了北都城，那其他部落肯定会投降的。阿苏洛，穿心之战靠的是速度，加上刚上阵的锐气，直接杀入对方本阵，斩杀敌酋。没错。可是蒙了火儿，几乎寸步不离的有3000狼骑兵跟随，加上我们的马儿见到狼群就会惊恐的四散奔跑，到时候阵型势必会乱。我想到了，白狼团的优势不是战斗力，而是马儿天生怕狼。马怕狼是天性，更何况是白狼团的狼，所以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解决，很难跟他们持续作战。所以，我们要蒙上马的眼睛，塞上马的耳朵。可这样一来，咱们的马岂不都成了瞎子？要的就是瞎子。布华拉愿追随大纳言，突袭狼主。可是九王怎么办？他是骑兵的豹子头，没有他，骑兵是不会拼命的。叔叔是青阳的九王，他不会置青阳人全族性命于不顾的。
少年披甲持9周，活力无限，燃金夏，美年达全新水果瓶果味大爆发，邀您观看腾讯视频《9州缥缈录》。我任命你去和朔北部和谈。我还曾经担心过你担不起这个指头，可现在我可以放心的把天区的未来交给你。原味纯正，只在莫斯利安。邀您观看腾讯视频《9州缥缈录》。叔父，哎，走。叔父，你方才似乎对我的作战计划有什么更好的意见？没有，我只是对东路那些将军的鬼术把戏看不惯罢了。叔父，你在下堂应该也看到了，那是他们的兵法和战术。什么兵法战术？我们要用绝对的武力、绝对的镇压和绝对的气势，让我们的敌人惧怕我们。30年前，我们赶走朔北就是如此；几年前，我们灭了真言部也是如此。阿苏勒，我们和东路人不同，我们崇尚的是武力和果敢，而不是像他们用一些奇技淫巧获得小小的成果。这不是奇技淫巧，我要把一个人送到狼主面前，进行绝对的斩杀。绝对的斩杀？你是想用我这把刀，还是想用布华拉的弓箭？用我自己。你自己？狼主什么都算到了，他就是没算到我，所以我要给他一个惊喜，用我自己的青铜之血。我也是这次回来才知道，原来我从小一直都有的病，叫这个名字。青铜之血，秦大汉王的血脉。不，你怎么能有？这病一直以来都是我最痛苦的事情，我发誓，自己再也不要用这种力量。但叔父，你应该知道，现在只有青铜之血，才能杀了狼主。铁亲王的血脉没有传给郭勒尔，却传给了你。你这个孱弱的小子，啊！咱们青阳男儿
亲自去领兵。是。你的对手是谁？你不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必须去。你想用你的狂血？这是我能想到的救青阳的最快的办法了。只要狼主一死，朔北一定会人心涣散。你不知道，你每使用一次，就离你爷爷近了一步，你可能会醒不过来的。就算我醒不过来了，青阳还剩1000铁浮屠，足够踏死一个疯子了。你忘了你阿爸的心愿了吗？即使阿爸在，为了青阳，他会让我去的。苏玛，刚才你和大和萨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怕我不来，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最该活着的人是你。不，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活着。大胭脂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往年从未积过这么厚的雪，我本以为自己不怕冷，可今年的冬天真的是刺骨冰凉啊！是大胭脂的心境不同了吧？因为内心不平静，你的感受就会随之摇摆不定。明日就是关乎青阳至关重要的一战，又有谁能安心度过此夜呢？大和萨看那边星星点点的灯火，今晚多的是不寐之人。大胭脂对明日之战，你觉得如何？我一个女人家，哪懂什么打仗的事儿啊？我只相信阿苏勒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我们青阳部，就像当年救下我一样。明日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战斗。
我祈祷阿苏勒能平平安安的回到青阳做大军，季野呢，能成为威震一方的大将军。那你自己呢？我这个人没什么大愿望，我就希望我们3个能一直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哎，我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又没说非得回南怀。你想去草原，我们2个陪你回草原，好不好？好。快来，说好了，我们一起去草原。回草原，去草原。这些年在东路，你后悔过吗？我不后悔。我也不后悔，只是我们的家乡隔着山，隔着海，若是分开了，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当然会。无论你身在何处，哪怕远隔万里，我都会跨越山海去找你。前边那些是白狼吗？没错，是白狼。这个时候啊，应该是出来啃食尸体的，通常都不会有主人跟着。这帮畜生看不出来我们是在列阵。那就好，最好在他们发现之前，我们就已经摸到他们营地附近了。叔叔啊，敌方大概位置可靠吗？可靠。泰勒河一战之后，我们有个斥候藏在雪地里，跟随他们撤退方向的营地，并且一直在监视。鱼，今日出来吃尸体的狼，比前几日要多一些。情况不对，大纳言，狼群太多了，回撤吧。过去看看。驾！大纳言，撤！撤！大纳言，看，白叶苍狼旗，朔北狼主在那里，整个白狼团都在那里。回撤，我们要回撤，他们已经有准备了。不行，不能回撤。我们3万兵力都出了城，重新回城也需要很长时间，足够他们白狼团追上来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拦住这群白狼，狼群就会跟着溃退的人进入北都城。内奸，我们被出卖了。仍旧按照原来的计划，在城外和朔北部开战。好，
为青阳尽忠的时候到了。各位，尽其所能，保护青阳。去！田野，田野，关闭城门。是。撤。就在前面了，冲啊！小心！大大爷，他发动秘术需要时间，我来掩护你。你已经杀了蒙了火儿，弟兄们，没死的。
青阳的骄傲。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渴望着亲眼看见狂战士在千万人中砍杀，看看潘达天神给了帕苏尔家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没想到啊，钦达汉王之后数十年，帕苏尔家再次出现了青铜之血。你比钦达汉王差得很远了，你也配称为狂战士吗？伊玛德、古拉尔、纳格尔轰家，他们在黑暗中看着我，他们传给我天神的祝福。我们注定是草原的主人。帕苏尔家没落啦！阿苏勒，你是我的外孙，你为什么要反抗你的亲人？我是青阳部的男人，要杀便杀，青阳部的男人永不为奴。去，告诉比摩干帕索尔，朔北的狼群回来了。青阳的男人啊，再也活不到冰雪消融的时间了。大
到底怎么样了？现在还很虚弱。潘大天神一定会保佑大纳言的。北都城真正的冬天要来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难关。陈月的战火已经烧到了北路，青阳将要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时刻。你听，朔北人来了，快跑啊！大盒子，别打了，快走啊！大军，他们是要攻城了吗？那是殉王的神罚之圈。朔北人会怎么做？屠城。屠城？在殉王时代，殉王曾经率领1万名古尔沁部落的骑兵，带着1万面红旗驰骋草原，而且宣布效忠他的部落都会得到他赐予的白色的马尾。至于不服从的，殉王会让古尔沁骑兵用红旗把寨子圈起来，那一刻起，红色圈子里所有长过马鞭的男人都会被杀死，整个部落会夷为平地。北都城要完了！快，赶快召集各族武士，将强征的物资运送到自己的马队中，随时准备离开北都城。等等，你们真的以为区区几个马队就可以把你们带出城去吗？这不是要攻城吗？大军，那边有人！不花了，快去，把城门打开，把布花剌将军迎进来。是。闪开！快，送布花剌将军去救治。将军，大军，孟老虎儿让我转达大军一句话。什么？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回家，他要夺回草原的统治权。